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无脑 talk 毁了前面所有光辉，但闪电侠的战力肉眼可见的增强了。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8季前情提要：死亡修改时间线，创造了逆闪点。在这里，白瑞成了人人喊打的反派，死亡成功接盘，化为忠诚守护者，顺便就娶了素提的老婆。而大家知道，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白瑞与达克联手，以地球作为跑道，成功扭转了时间线。在接到乔打来的电话后，白瑞第一时间赶回了家，一切思念都在这个拥抱里了。作为一个自小失去母亲、青年没了父亲的孩子来说，能重新见到养父，对白瑞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听闻的孩子在逆闪点的经历，乔很难想象儿子经历了什么。他拍了拍白瑞的后背，笑着说自己这不活得好好的。白瑞刚松了一口气，达克的声音就从身后传了过来，他不知为何也被送回了2021年。或许是时间之石的缘故，时间线既已重置，那达克也迟早会被抹除。对于死亡，他欣然接受，这代表着女儿会活下来。白瑞为他找回了这个世界的时间之石。此刻起，达克将不再是反派，而是一个平凡又伟大的父亲。死亡也尚未消散，但也差不多了。他来到中城警局，发起了突然袭击，目的就是引来闪电侠。而白瑞此时刚刚为团队解了惑。这里的生活虽然无聊，但强在是大家聚在一起。很快，死亡袭击警局的消息传了过来，不管陷阱与否，白瑞都得去一趟。可让死亡万万没想到，期待许久的英雄没来，绿箭之女却打了自己个措手不及。米娅到来的原因还要追溯回她所在的时间线的2年前。那天他接过了父亲的衣钵，成为了下一代绿箭侠，然后衍生剧就被砍了。重要的是，那天威廉被一群神秘人带走了。米娅苦苦寻歌2年多，时空波动指引他来到了这里。我作证啊，这事儿跟他逆闪真没关系啊！眼看自己快要被抹除，死亡也不想浪费时间，一记手刀未落，白瑞将其推出数米。你以为会像第1季绿闪战死亡啊？不，死亡此番兴师动众，只为当众宣布一件事。 What is it? I need you to save me. 反转之快，让众人没有料到，逆闪被关在实验室静待发落。重启逆闪点时，白瑞用到了时间之石，他保证了这条时间线不会有任何变量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死亡被抹除了，那他就彻底嗝屁了。关于逆闪点的事儿，米娅刚刚也听说了，他不关心这些，只好奇白瑞是否会救一个恶棍。可笑的是，艾瑞斯告诉他，死亡能否活着得靠投票决定。米娅讽刺了白瑞的英雄作风，艾瑞斯紧接着就上前 talk 了，一顿追问，得知了威廉失踪的消息。他好奇米娅为何不求助于费利西蒂帮忙时，米娅告诉他自己杀了人，为了找到哥哥，他走了奥利弗的老路。他认为费利西蒂不会接受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女儿。艾瑞斯搬出奥利弗来告诫米娅，杀人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。这话让米娅一脸膈应，一个动口不动手的人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啊？艾瑞斯当场语塞。凯瑟琳负责监视死亡的身体状况，不出2个小时，这个昔日大反派就将烟消云散。凯瑟琳甚至开始期待这一幕的到来。作为医者，高情商的说，他坦然接受死亡，因为那是人生的一部分。作为凡人，情商低的说，他恨不得死亡赶紧死，因为那家伙害死了自己的未婚夫罗尼。凯瑟琳冷淡一笑，死亡这下有什么逆天速度也没用了。对此，死亡表示，我不听，你救我呀！他坚信自己所认识的凯瑟琳如同圣母，绝对不会见死不救。然而凯瑟琳却告诉他，这一刻我等了8年。他告诉了白瑞自己的选择。白瑞转眼就来到了死亡面前，在做出决定前，他想知道一件事：这么多年来，逆闪为何要抓住自己不放？他们到底又有着什么深仇大恨？死亡这才娓娓道来，2个世纪后，是他和闪电侠的初次见面。死亡是闪电侠的崇拜粉，穷极一生都在追随偶像的脚步。终于，死亡研发出了属于自己的速度，他将展示给全世界看，证明自己同样能像闪电侠一样保护大家。然而就在展示的当天，闪电侠出现了，如往常一样打击罪犯。可就是这个举动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这让死亡瞬间变成了没人关注的小丑，风光被抢，这让他很不爽。于是死亡当场粉转黑，他下定决心要跑得比闪电侠快，要像闪电侠夺走自己梦想一样夺走他的一切。或许这种事儿在死亡看来是血海深仇，但在白瑞眼里不值一提。他知道死亡是反社会人格，还是极端主义者，所以这一切都有些说得通了。白瑞想知道，如果自己救活了死亡，他是否会改过自新？然而死亡表示，你救活了我之后，我马上会继续折磨你。白瑞还就是那个放弃治疗了。察觉到他的想法，绝望魔马上现身劝告，务必要让死亡嗝屁，才能以绝后患。白瑞反问他为何不亲自出手，绝望魔的回答是非你不可。
只有闪电侠在这条时间线上做出决定，才能彻底抹除逆闪。如果没有下手的决心，那就用正义二字去美化这个决定。最终，白瑞、凯瑟琳和艾瑞斯投出了斯旺必死票。新人组因为人道主义选择救活，察觉到这两人想法的乔马上现身劝告，务必不要去左右他人生死。白瑞反问他，斯旺一死不是彻底安宁吗？乔的回答是，生命不分贵贱，如果阻止一个人的办法是让对方死，那这行为就不配为英雄之举。白瑞穿上这套制服，不代表他就是生死的执法官。此时的乔已经气得发抖，他最失望的不是孩子们的决定，而是孩子们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另一条路。他知道白瑞心里有数，一直不说也是默认希望逆闪去死，而白瑞的办法便是故技重施，用黑霹雳的手段夺走逆闪的速度，如此一来，斯旺便不会被时间线抹除。来自严父的训斥起了效果，白瑞他们决定救下斯旺。察觉到这两人想法的绝望魔马上搞起小动作，他操控了米娅，决定借他之手弄死斯旺，理由自然是守护世界。绝望魔总是这么安慰自己。与此同时，绝望魔出现在白瑞身后，算是最后的警告，要么斯旺去死，要么所有人去死。白瑞的回答是戴个面罩先。绝望魔连带白瑞一起传送到了实验室之外。白瑞说出了自己的推测，他早就怀疑绝望魔的身世是假的，以他这种动不动就靠杀戮解决问题的人，反倒像是卡兰诺星闪的暴君。正如白瑞所料，绝望魔被拆穿之后直接破防，狡辩自己所作所为都是正义之举，说罢直接急眼杀向了白瑞。与此同时，冰霜和阿莱格纳遇袭，米娅打昏了他们，切断了电源，只留下了备用电源维持斯旺的禁闭室。之后一箭射向赖瑞斯。我们做个简单的计算，米娅用的这种反曲弓磅数未知，我们估算它的射速达到了70米每秒。从米娅放箭再到艾瑞斯反应过来，这之间的速度也就在1秒之间。艾瑞斯听到松弦的声音后，立马做出了反应，并在利箭飞来时，顺手把他娘的意大利炮扔地上了。实验室门口到艾瑞斯面前的距离，目测最远也就7、8米。箭速加这距离，这还是保守估计的箭速，就好好想想吧，各位，谁才是闪电侠？随即，艾瑞斯祭出了那招：“孩子，想想你爹爹，他希望你这么做吗？”随着米娅一声 no， 他摆脱了绝望魔的控制，并且连连道歉。另一边的战场才是核心啊！白瑞连出5道残响齐攻绝望魔，奈何对方感知力太强，也仅仅是些皮肉伤。绝望魔有了空隙，立刻喷出来派塔火焰。白瑞以电话盾硬是挡了下来，更是凭借身法接上了一个他娘的音速拳。技巧与力量的博弈不分上下，无尽的神速力从体内运出。趁着绝望魔惊愕于米娅的失控，白瑞关键一击决定了胜负。他还想一举拿下绝望魔，结果对方根本不恋战，传送走了白瑞之后，绝望魔开始凝聚派塔火焰。他这是要把整个城市烧成灰烬呢。闪电侠小队此时同心协力，众志成城，短短1分钟就想出了对策。绝望魔的派塔火焰属性再高也是火焰，这意味着白瑞可以利用真空来引导派塔火焰的走向，虽然不可能扑灭，但可以让绝望魔自食其果。距离逆闪被抹除只剩几分钟了，切斯特直接掏出了家底儿，他早早研发出了闪电靴。哇，金色传说！这个东西可以帮助白瑞转移其他能量，例如派塔火焰。经典战靴一穿，白瑞直接 run 起来了，一道闪电迅速将绝望魔包围，真空环境直接决定了派塔火焰的走向。白瑞一路引导，最终让其精准命中绝望魔。绝望魔还想反抗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他的力量迅速衰弱，直至整个人消失在原地。白瑞马上赶回了实验室，在被抹除的最后30秒前，对着斯旺使出了黑霹雳那套，成功切断了斯旺和逆神速力的连接。斯旺一听，心态直接崩了，拿走他的速度，倒不如直接杀了他干脆。如今虽然活着，但生不如死。斯旺被关进了天眼会，交由希斯科看管，其他人则包场子庆祝胜利。宴会上，达克的出现让米娅心生戒备，这货当初杀了罗罗，他是知道的。不过达克并不想打架，他来对白瑞告别，马上自己也会被抹除，但想到女儿能活着，一切都值了。乔走了过来，感谢了达克，没有他的帮助，白瑞不可能修复时间线。这次谈话不是什么正派与反派，完完全全是两个父亲在聊天。两人一致认为，再邪恶的人在为人父母时都会改变。达克把时间之石交给了乔，他认为总有一天乔会用得到的。还没说完，达克就突然消失了。乔四处环顾寻他时，另一个世界，达克也在寻找乔。很快他身后出现了一个女人，正是女儿诺拉。达克眉头立刻舒展，转为微笑。他直言告诉女儿，自己马上就死了，只留下了一句我爱你后，便带着笑容烟消云散。
随即诺拉出现在众人面前，他替达克活了下来。白瑞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解释，但马上一只大手扶在了诺拉的肩膀上，乔替达克来补全那段他不知道的故事。而米娅也决定去寻求费利西蒂的帮助，母女一起找回失踪的威廉。至此，大决战告一段落了。而随着时间线的改变，中城警局2014年的合影上，两个熊孩子慢慢出现了。可以说呀，这集扑灭了我前面所有幻想，这无逻辑无理由的 talk 是真躲不过了。同时把奥利弗的女儿写得这么捞，真是有点过分啊！如果是为了续拍《绿箭侠》第9季，那大可不必。绿箭侠就是奥利弗，就是堂哥啊 ，CW 还是放过他吧。关于剧情的好坏，咱们就不聊了。这玩意儿就像风湿病，你治不好它，但它也不是每次都犯，就是让你难受。你说难受不难受？这集过后，闪电侠将会在明年3月9号回归。想到后面还有诺拉和巴特出来搞幺蛾子，我这小血压就有点不稳定了。总而言之吧，闪电侠后续如何，我们明年见分晓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